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光胶囊里，出现了一张无人认领的纸条。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没想到，真的有人死了。一声尖叫从卫生间传来，等我赶到时，芊芊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僵硬地躺在卫生间里，仿佛在生前看到了恐怖的景象。芊芊死了！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，整个人被定在原地。我颤巍巍地询问雨墨：“难道真的是他？”我的脑海中都是那张红色的字条。雨墨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哆嗦着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。原本今天我来这里是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当年我与芊芊、雨墨共同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相约在15年后的今天打开。可现在出现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人字迹的纸条。你说会不会是小美啊？当时她就偷我的笔，发现了之后还说是她自己的。肯定不是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写纸条的人是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对我们非常怨恨。那就是杜芳了，那个转校生，整个人土里土气的，平时也不愿说话。那件事儿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应该不会记仇吧？还记得那个学期一直是杜芳帮我们带早餐，到了周末我们偶尔也会找他玩，但他总以在家照顾他残疾的妈妈为理由拒绝我们。直到有一次他忘记了给我们带早饭，芊芊就编了个谎话捉弄他，我在一旁并没有阻止。也正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杜芳出了车祸。后来听说杜芳的妈妈是在得知她出车祸的消息后着急出门，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出了意外。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杜芳了。你说她当年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雨墨颤抖地问道。啊，少自己吓唬自己，现在已经15年了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？芊芊也有些紧张，起身留下了一句我去一下卫生间便离开了。哎，小兰，看朋友圈，平时你还去社区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啊？做心理医生是不是很赚钱啊？我去给孩子疏导心理问题不是为了赚钱，其实很多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我自然会多关注一些。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？你想出名赚钱还说这么多场面话。你不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吗？那些事很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得了吧，当年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？现在倒是装起好人了。雨墨的话让我感觉心中无比的愧疚，我十分的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站出来。我们那时候所谓的玩笑就是对杜芳的伤害，所以我才想让更多的孩子不要成为当年的我们，这也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原因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面前的芊芊，曾经的挚友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定是他说了会在15年后来杀我们。雨墨惊恐地看向四周，跪伏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名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看着他惊吓过度的样子，仿佛杜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我感到紧张，雨墨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凝结，仿佛门背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瞪着我们。警察，开门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随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排查。死者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们还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治疗心脏病的药。经过我们的初步判定，死者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导致并发身亡。现在登记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到局里协助调查。警察离开后，雨墨叹了一口气，他着急地收拾着东西，连招呼都没打就慌张地离开。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，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他和上学时一样，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雨墨坐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慢慢地点燃了手中的纸条。我们15年之后打开它，一起看看我们都埋下了什么。杜芳，按照约定，我让他们看到了那张你写的纸条。师傅，假如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这个玩笑却毁了你的一生，现在那个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向你道歉，你说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回家时，你发现电子锁的面板上有其他人的手印，可你从来都是用指纹解锁的。觉察到异常，你赶忙查看门锁的监控记录，发现原来是妈妈上午来过。刚进家门，你发现家里的猫咪一直躲在沙发下，不论怎么逗它都不肯出来。沙发上放着一件粉色的裙子，看样子又是妈妈拿来的。你拿起手机给妈妈发去消息：妈，都说了我不喜欢粉色，别再给我买粉色的衣服了。你不喜欢，你男朋友喜欢呀。
门口的男士皮鞋，阳台上晾着的男士内裤，你知道妈妈肯定是误会了。不过你不想解释，因为妈妈总催你找对象。你洗脸时发现牙刷已经被换成了新的，还是讨厌的粉色。你想找回你之前的牙刷，垃圾桶里除了你昨晚用过的面膜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感觉一阵心悸，抱着怀疑的心情走进了卧室，看着没有拉开的窗帘，你感到无比的恐惧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，迅速冲出了房间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喂，有陌生人藏在我家，请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我在电梯里看到了莫名其妙的规则，然而加班的疲惫感让我没有在意。猛然响起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，那声音非常急促。我走到门口查看，才发现是隔壁有人在敲门。原本紧张的我也松了口气。正当我准备进屋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沙沙的声音，回头发现一张破旧不堪的纸张正顺着门缝塞了进来。出入平安公寓规则：1. 不要待在房间里超过7个小时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醒来。2. 房间禁止拉开窗帘，因为房间没有窗户。3. 如果你发现房间内的水龙头没有损坏，请及时联系楼管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4. 楼管查房时不会敲门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因为他不是人。这个规则有什么用？我感到非常的疑惑，正想将纸张丢下，可手上突然传来了黏糊糊的触感，我的心突然一慌，紧张地翻开了纸张，背面沾满了血渍。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，在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病人，千万不要相信楼管的话，听我的赶紧跑。因为看着没有写完的句子，我一时之间有些慌乱，这张纸是谁塞进来的？可手中纸条上的血渍仿佛说明了一切，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下。快出来，别在房间里了，这些房间都有问题。突然我的房门被敲响，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眼看门板已经有些变形，难道隔壁的人已经遇害？现在轮到我了。你是谁啊？你再敲门我就报警了。突然间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的猫眼上查看情况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这又是谁在搞恶作剧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脚下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低头却发现一团雾气顺着门缝飘进了房间，雾气一碰到我就附着在我的身上，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脖子上。一瞬间我感觉喘不上气，身上也使不出一点力气，看着墙上的钟表已然超过了7个小时，这个规则果然是真的。然后呢？面前的医生冷眼听着我讲述的故事，颈部现在还传来阵阵的灼烧感。那个梦境无比的真实。医生眯着眼跟我说道：听我的，那个地方不要再住了，你住的那是所谓的串串房，你身上的症状也都是因为甲醛中毒产生的，因为大脑缺氧，外加上工作压力大，才导致你出现做梦的情况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既想住的便宜，又想装修好看，有些黑心商人呢，就是抓住了你们的想法。听着医生的劝告，我了解了自身的情况。可梦里那些奇奇怪怪的规则又是什么情况？甲醛溶于水，而且甲醛遇热、见光都会挥发，一般人在甲醛房间超过一定时间都会有损伤。明知道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租给别人呀？他们这么做不就是草菅人命吗？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保持清醒。我猛然从床上坐起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心里十分疑惑。这是哪里？远处悠悠地传来了一阵歌，我好奇地寻找着声音的来源，四处观察后，只有床头放着一张纸：欢迎入住麻吉医院，所有病人请注意以下规则：1. 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要保持清醒。2. 请扔掉你看到的玩具熊，因为你不喜欢玩具熊。3. 医院里没有医生，但你要相信医生说的话。4. 请尽量不要乘坐电梯，楼梯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5. 不要随便照镜子。看样子我这是在医院。我刚站起身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人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被吓得跌坐在床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墙上正挂着一面镜子。我小心翼翼地看了过去，里面并没有出现那个骇人的身影。难道规则是真的？这一切都太过诡异了。我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病房。我记得我来这里是给孩子看病的，可我想不起来孩子在哪里，我必须得找到他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医院的走廊上和病房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有人吗？我小声询问着，可留给我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。忽然间，走廊上又响起了那阵诡异的儿歌，我感觉自己的头越来越沉。本院没有儿科，如果听到儿歌，请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咬了咬牙，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。刺耳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我猛然来了精神，难道还有其他人也在这家医院？我顺着声音来到了护士台，
发现声音来源正是病床的呼救铃，我整个人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我明明记得那个病房是没有人的呀，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我紧张地往后退了2步，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病历本。慌乱间，我注意到护士的登记表上有我女儿的姓名，此刻她正在6楼的病房进行治疗。确定病房的位置后，我正准备前往，可一转头却发现远处的地上正放着一只小熊玩偶。那个小熊玩偶就像是有生命一样，紧紧地盯着我。这个玩偶刚刚就在这里吗？这一切让我更加害怕了。我要赶快带女儿离开这个瘆人的地方。我赶忙寻找着上楼的通道，发现电梯和安全出口正处于道路尽头的两侧，请尽量不要乘坐电梯，步梯对你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这条规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想到今天发生的一系列诡异的事情，我咬了咬牙，还是决定不行上楼。正当我准备推开门时，身后的电梯突然发出叮的一声声响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空无一人的电梯却显示着超载。我被眼前的异常吓得冷汗直流，立马转头快步往楼上走去。你上来干什么？快下去，跟着歌声走！我被突然出现的医生吓得定在了原地。你听不懂吗？快走！说罢，医生就黑着脸向我走来。医院里没有医生，但你要相信医生说的话。看着他魔怔的样子，我掉头就跑。歌声再次响起，我只感觉自己的眼皮在打架，困倦侵袭着我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我跟着歌声走？难道歌声就是关键？我急忙顺着声音向着楼下走去，越是靠近歌声，我越是觉得耳熟。歌声就来自1楼走廊的尽头。我来到房间门口，透过玻璃看到几名医生正围在手术台上。就在这时，其中一名医生让开了位置，我突然发现那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竟然是我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丫头，这里车多，不要乱跑。妈妈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小熊玩偶啊！丫头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医生，救救我家丫头，求求你了！没事，孩子只是晕倒了。女士，女士，只要宝宝害怕，就唱这首歌，妈妈就会出现啦。丫头，没事，妈妈来了。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他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，女生见到都会躲开。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的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。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，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
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深夜，有人给我发来一条定位消息，我被吓得定在了原地，因为这个手机是我捡来的，而那个定位信息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这个手机捡到的时候就没有锁屏，我原本想要联系失主，可发现他的手机上却没有存任何号码，没办法，我只好等他来电。回家后，手机立刻响了起来，是原手机好友发来的消息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我家的定位。这消息太诡异了，给我发定位信息是什么意思？我点开那人的头像，却只是一片漆黑，名字也是一堆乱码，并且一条朋友圈也没有。我感觉有点心慌，紧接着我又收到了他发给我的图片。我瞪大眼睛，图片正是我住的小区。难道现在发消息的人就站在小区门口？本来就是半夜，这样怪异的信息不免让我觉得毛毛的。你是谁？我有些忐忑地回复了他，神经紧绷地等待着消息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对方竟然打来了视频电话，我下意识地点击了挂断。你是要拿手机吗？这么晚了，别这么吓人。我气愤地编辑着信息，可我还没发送，他却发来了一句反常的话：一个人在家吗？这消息让我如坠冰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连忙把手机放在一旁，越是去想这句话，越是感觉恐怖。就算是蜷缩在沙发上，也不能缓解心中的情绪。我颤抖地拿起手机，编辑着信息：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这手机是你的吗？没事，我来了。眼前的几个字在我脑海中瞬间炸开，我久久不敢回复。漆黑的房间显得格外压抑。忽然，一张图片发了过来，正是我所居住的单元门口。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家的地址了？我慌张地拿出自己的手机，一遍遍地拨通着男友的号码。他已经下楼有一段时间了，可不知为什么电话就是无法拨通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怎么联系不上？就在这时，那部手机竟又响了起来，依旧是视频电话。我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况吓了一跳，不小心按到了接通键，我赶忙挂断。可就在这短暂的通话里，我看到了那个男人，他正仔细地盯着屏幕，怪异地鬼笑着。我被吓得脸色惨白，甚至不敢去想手机那头的人到底要干什么，而他也在手机中看到了我的样子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时手机又来了一条消息：看到你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跑去锁门。没过一会，走廊上就响起了阵阵脚步声，我紧紧地捂住嘴巴，不敢呼吸。那声音在走廊中回荡，一步一步，直到那声音停在了我的门口。开门，芊芊。是男友。我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，赶忙开门，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我说怎么有个人鬼鬼祟祟的，赶紧报警！这个手机就是他给你设下的陷阱。不久，那个人就被抓住，他交代自己是通过被害人捡到手机后获取信息，从而实施犯罪。难以想象，如果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结果会是怎样？我们村里有一个诡异的习俗，每当村里消失一个人，隔天村长就会带来很多肉给大家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迷恋上了这种肉。我承认那些肉的味道很诱人，但是我不敢吃，因为吃过肉的人似乎像是被麻痹了神经，再也不会去吃其他食物了。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出门觅食，路过村口时，一块长满苔藓的石碑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渔村规则：一，村子里绝对不会出现肉，如果出现，请一定不要吃。二，远离明亮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是危险的。三，村子里经常会有人消失，请不要好奇。四，请远离吃肉的村民，他们不希望你知道真相。五，请不要随便离开村子。六，不要去祠堂，不要去祠堂。渔村规则，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石碑？我从没见过，而且村外好像确实和以前有些不一样。远处多了一道亮光，难道这就是规则里明亮的地方？我思考着规则，有些不敢外出。忽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我转身看去，原来是隔壁的王叔。我记得他和我一样是不吃肉的，我刚准备跟他打招呼，那道光就直直地冲向了他，一瞬间他就毫无征兆地在我眼前消失了。我被吓得站在了原地，难道规则是真的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咱们村口有道奇怪的光，
这一碰到就消失了，太可怕了。我没说谎，村口的石碑上就写着远离那道光，上面还有其他规则，那些规则没准也是真的。可他们好像并不信，我感到十分无助。也许有人会知道村门口的规则。我赶忙起身朝村长家跑去。村里就属村长的年龄最大，可他的样子实在太诡异了。他嘴巴附近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更像是爬在脸上的蜈蚣。我尽量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，讲述了一遍今天发生的事。可就在他听到规则时，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，可紧接着又恢复了正常。这件事儿有必要重视起来，我准备一下，晚点你来祠堂找我。看着村长的样子，我感到十分不安。村口的规则明明写着不要去祠堂，我到底要不要相信村长？正在我纠结的时候，我看到有好多面目狰狞的村民正躲在暗处观察着我，直到被我发现后才悻悻离去。这一切都太奇怪了，但为了真相，我还是怀着忐忑的心向着祠堂走去。路上的村民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的眼神狂热，仿佛我是一顿美味佳肴一般。我颤抖地站在祠堂门前，突然回想起村里凭空出现的肉。我明白了，让我来这里只是村长的谎言。我不顾一切地转身就逃。忽然我感觉脚下一空，被人绊倒在地。我吃痛地爬了起来，可没想到身后却响起了村长的声音：去把他抓回来。一瞬间，周围的村民像疯了似的扑向我，我急忙起身逃命。眼看自己逃不出去了，我突然注意到了身侧的土缸，一个翻身便爬了进去。明明就在这里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别废话，赶紧找。村长说了，最先抓住他的人可以分到更多的肉。我紧紧地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好像这里没有，去远处看看。听着脚步声逐渐远去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原来你在这里呀！放开我！紧接着我就被他们抓到了祠堂，房间里挂着各式各样的道具。把他放着，剩下的人都出去吧。你为什么要抓我？是不是怕大家知道村里的规则？孩子，那个规则就是我写的，可规则并不能让大家填饱肚子。填饱肚子？我愣在了原地。虽然以前很苦，大家都吃不饱，可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互猜忌，更不会为了吃肉而牺牲同伴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把我变成肉吗？来给大家填饱肚子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肉，但凡吃过肉的人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甚至在石碑上刻下规则来警示大家，直到我的妻子也消失在我的面前，我才下定决心吃下了肉。可我不仅没有找回我的妻子，甚至还留下了这道疤。但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定期献祭1-2个人，村子里就能有吃不完的肉。我只恨自己知道的晚，让那些村民白白消失了，却没给村子留下什么。所以你也尝尝吧。我不吃。哎呀，钓鱼果然要多撒点饵料。你撒了那么多，就钓了这么一条小鱼，不浪费吗？其实一点都不浪费。自从我下了车，那卖糖葫芦的大叔就一直咧着嘴笑。芊芊，你回来了。那诡异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已经10几年没回来了，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。我回来啦。怎么没人接我呢？
好香呢。做什么好吃的啦？哎，家里怎么没人呢？这是什么？欢迎回家。如果是一个人在家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一、千万别离开家，因为他不想让你离开；二、柜子是安全的，一定要躲起来；三、不要轻易打开信封，危险的时候他可以救你一命；四、别被他捉到，因为他不是人；五、如果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千万别回答。我看着眼前的规则感到有些奇怪，可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谁？你谁啊？芊芊，难道就像这个规则上说的？嘶哑诡异的声音还在叫着我的名字。对了，规则上说柜子是安全的，我是不是应该躲进柜子里？我急忙跑进了屋里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在了原地。这是什么？被子下面好像躺了一个人。我尽力不发出任何声音，一点一点地靠近柜子。为什么镜子里看不到我自己？这太奇怪了。我赶忙躲进了柜子里，仔细听着屋内的声音。这时一阵拖沓的脚步声响起，那个人要进来了。他在干嘛？难道他真的在找我？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。会不会在这里？那声音一直围着我徘徊，转来转去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因为规则里说他根本不是人。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原来不在这里。我仔细地听着他的动向，他好像走远了。可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直到他脚步声消失，我才从柜子里出来。这时我才发现床上竟然躺着一个巨大的草人，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这是什么？规则里说的信封就是这个吗？可为什么不让打开？算了，等逃出这里再看吧。趁他还没注意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而现在就是逃跑的好机会。然而就在我即将逃出去时，找到你了，芊芊，找到你了。怎么办？对了，那个信封果然有用，他的动作停下来了。我已经打开信封，可为什么他还不放手？难道是因为规则？那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？我拼命的想要挣脱，可没有丝毫办法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芊芊，你又要走吗？还在生爷爷的气呢。爷爷，这声音是爷爷。好久没回家，我都听不出来了。芊芊，吃个鸡蛋。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。嘿嘿，哈哈哈哈！原来不在这里。爷爷，你真笨，这都没看见。嘿嘿。芊芊，咱们下次买好不好呀？哼，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回来晚了。爷爷。爷爷走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道歉了。我颤抖地打开爷爷给我留下的信封，远处再次传来了熟悉的叫卖声。冰糖葫芦，3元1串，3元1串。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异常，而是我在吃馅饼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肉馅的味道不对了。我刚想找李姐询问，等我抬起头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馅饼店的老板居然换了一个人。他的样子十分怪异，肥胖的身体穿着小1号的围裙，手里的菜刀不停地剁着肉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他的样子，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于是我便壮着胆子问了一句：“老板，之前的李姐呢？”
那个男人一听李姐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凝重。哦，回老家办事儿去了。他细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便又解释了一句：我是他远房表弟，过来帮忙看店，过2天他就回来了。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我知道他在说谎，因为我每天都来馅饼店吃饭，所以和李姐关系很好。可李姐之前明明跟我说过，她并没有什么远房亲戚。看着男人一脸不耐烦地剁着肉馅，我感觉更加恐怖。结完账就赶紧离开了，我内心祈祷着李姐千万不要出事。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十分窘迫，为了省钱，我就只买店里最便宜的馅饼。也就是这个举动吸引了李姐的注意，她每次都会给我多送一个。也许在别人眼里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板，可在我的眼里，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。因为这个事，一连几天我都忧心忡忡。可1周过去了，我依旧没有见到李姐，心里的疑惑也越来越大。因为李姐的馅饼店生意很好，她不可能一声不吭就走了，那个男人一定有问题。我抱着疑惑再次来到馅饼店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几天馅饼店的生意很一般，店里一直没什么人。我看到那个男人正在躺椅上睡觉，我便悄悄扫视了一圈。这时我突然注意到，在馅饼店后厨的门口，居然发现了李姐之前的衣服，上面居然还沾着暗红色的污渍。果然，这个男人肯定隐藏了什么。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后厨，里面混乱不堪，角落里堆放着各种食材。突然，水池边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个袋子口死死地系紧，周围更是沾满了红色的血水。这个袋子里到底装了什么？昏暗的灯光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颤抖着把手伸了过去，一点点地解开袋子。可越是着急，我的手颤抖得越厉害，塑料袋也止不住地发出了摩擦声。马上就要打开了！喂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我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只见那个男人站在后厨的门口，一脸凶神恶煞地盯着我。前几天就看你鬼鬼祟祟的，进了馅饼店就盯着我。说着，那个男人缓缓地向我走来，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地颤抖。难道李姐真的被……剩下的事情我不敢想象。看着他越来越逼近的脚步，我大声呵斥着他：你再过来我就报警了！报警？你私自进我的后厨，我还想报警呢！我看着男人一脸肥腻的表情，狠狠地说道：自从你来了，李姐就不见了，还有你这个黑袋子里是什么？那个男人忽然露出了异样的神色。李姐去哪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至于这个袋子，男人一直支支吾吾的。趁他不注意，我一把打开了袋子，紧接着一股臭味飘了出来。看着恶心的肉馅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他轰出了馅饼店。怪不得我吃的馅饼味道怪怪的，原来是这个老板以次充好，还打着李姐亲戚的名号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看看你用的什么肉馅，都臭了，也不怕给人吃坏肚子！我气愤地在大街上喊道。这时，一旁水果店的王哥走到我的身边。他是这个商铺的房东，就是看李姐生意眼红才涨了房租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你瞧好吧，小姑娘，他干不成的。这个馅饼店就和王哥说的一样，过了半个月就因为给客人吃坏了几次肚子倒闭了。而李姐没多久也再次回到了这里，房租也和以前一样，而我又再次吃到了熟悉的味道。